大家好，今天想跟你们聊点心里话，这是一个关于数字游戏，关于我们口袋里的钱，也关于梦想和现实博弈的故事，那就是最近让无数人心惊肉跳的澳元汇率。你们有没有试过，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不是看朋友圈，而是先刷一下汇率牌价？我有。当我看住那条代表澳元的曲线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猛地往上窜的时候，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我知道这几万公里的距离，因为这几个数字的跳动正在改变几十万人的生活轨迹。说实话，澳元走强在新闻里叫经济复苏，但在我们老百姓眼里，那可能就是一场无声的洗劫。我想起我一个在墨尔本读大学的朋友，他昨天打电话给我，语气里全是无奈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晚换了2周汇率，我爸妈原本给我准备的那笔生活费，现在缩水到连买台笔电的钱都没了。你们感受过那种绝望吗？明明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但你的钱就在空气中蒸发了，这就是汇率的残酷。对于留学生来说，澳元每涨1个点，学费单上的数字就像在滴血。我算过一笔账，如果你1年学费生活费是7万澳币，汇率从 4.5 涨到 4.9， 你1年就要平白无故多交快3万人民币。这3万块在澳洲能吃多少顿热腾腾的拉面，能付多久的房租？所以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留学生家长，看住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被这几张绿色的纸币吃掉，你们心疼吗？再说说旅行，我记得去年澳币低点的时候，我有个粉丝跟我说，他带着全家去大堡礁，那时候觉得澳洲物价真亲民，和牛随便吃，龙虾随便点。但现在呢？如果现在再去，同样的预算，你可能得在点餐的时候反复看那个选单，心里默默换算成人民币，然后心里想着，这哪里是吃龙虾，这是在吃金子吧？这种从随性消费到精打细算的心理落差，真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。但话说回来，这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。我有个老移民大哥，他在雪梨做了10几年工程，赚的是澳币，他最近开心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想给住在国内的老母亲汇一笔钱翻修老房子，这澳币一涨，他手里的钱换回人民币突然变多了，那种感觉就像是白捡了一个大红包。他跟我炫耀的时候，我一边为他高兴，一边也在想，这汇率就像一架天平，一端压下去，另一端必然升起，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天平上跳舞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是我们对未来掌控感的一种博弈。当汇率失控时，你的焦虑，你的心跳，你对未来留学或是移民计划的迟疑，其实都是情感的投射。那么，面对这种局势，我们真的只能坐以待毙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也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重点，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我们如何逆流而上，甚至借势赚钱。大家听好了，第一，如果你是留学生或者准移民，不要再像买股票一样抄底了，采取分批购汇策略，把风险分摊开，这是保命符。第二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常说的对冲意识。既然澳元走强，那说明澳洲本地的劳动力价值提高了。如果你有机会，为什么不尝试赚澳币呢？现在有很多远程的自由职业者平台，或者利用澳洲本地的电商平台做一些小生意，赚取那份更有购买力的货币，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还有，别忘了澳洲的资源股和金融市场，汇率走强往往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，这背后隐藏的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机会。如果你现在正因为汇率而焦虑，请在评论区大声告诉我，或者分享你因为汇率波动吃过最大的亏。我们一起在评论区抱团取暖，分析对策。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分析让你对这场汇率迷雾看清了一点点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准备留学、旅游或者在澳洲打拼的朋友。你们的每一个点赞和关注，都是我继续挖深、挖透这些财富密码的动力。关注我，不迷路，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变动的世界里，守住钱包，甚至让钱包更鼓。下期影片，我们聊聊如果不买房，在澳洲还有哪些稳健的资产可以配置，不见不散。